朋友们，219国道是一条世界级的景观大道，北起新疆的喀纳斯，南至广西东兴，全长10065公里，是目前中国总里程最长的国道。有人说这是全球最美的自驾线路。我们今天走的仅是广西境内的一小段，具体说介于崇左的大兴县与百色的靖西市之间，几乎贴着中越边境走。这一带的山很像桂林，但是另一种田园风光，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各位还不如随着我们的镜头来一场人在画中游吧。而且建议大家真的只走国道，不要走高速公路。你看广西风景美吧？我们在崇左附近啊，广西崇左，你看那就有山洞了，你看见没有？在悬崖那里。这里有这么多经济作物，怎么房子看不见呢？人都在哪里呢？不知道，这一带没有人住。你看，它这岩石上面就有岩石洞。哇，真的风景在路上啊！最美的风景就在路上嘛。所以有闲心啊，走走祖国的河山是很好的。崇左北，左江特大桥。左右江，对，左右江就是壮语区。左江这里是个特大桥。这个江的名字就叫左江右江是吧？啊，对。前面还想说这些山，千百年来都可能都是这样的。对。不像西北很多山，现在有些绿化它是人工的，不是千百年的。像这种都是千百年，原貌就是这样。没有人去理它，对。哎，你看这很尖的，中间那个有岩石。你看见没有？对，像。特别尖，对吧？对，这个直挺挺的山就有点像张家界了，很尖很尖，你看。这里直接开出风景区都没问题啊！啊，这就是风景区啊，我们就在风景区里面，免费的。我上2天做了一期节目，我用的那个标题，中国最美的高铁线路之一，我用了之一啊，就是从桂林到南宁，也非常漂亮。坐在高铁里，看着移动的风景。你看，虽然这里山多啊，但是它还是比较平坦的地势，对，它没有特别的高坡啊，就是100米不到的山啊。桂林的山比这更秀丽一些，它单独的山峰比较多。单独的。对，特别是而且有的比这高。如果是春天有雨的时候，也蒙蒙的，然后有一点雾，也非常漂亮，有点像中国的那种水墨画。对，就是它既有山，但是它又不影响你交通，你可以走，它是独立的。都是3层的小楼，也不错。在上海算别墅了啊。你看那山脚那种小房子，大房子。这应该是这一带是浙区啊，甘蔗产区。看看我们在这个休息区，在崇左休息区对吧？对。东盟风情什么廊？看看，现在还早，所以没什么人气啊。是。看看厕所在哪儿？看看中国这种高速公路休息区怎么样啊？厕所。洗手盆有好几个，然后小便的也好多个，好多厕所。这里充电站啊，充电站有几个？看看，这边有4个，可以同时充4辆车，对吧？对，4辆，那边好多啊。那边好多，那边更多，也就是说一共可以充16辆车这里。而且价格还适中。啊，你看到价格了？因为价格它现在是1.8块一度电。
1.8块呢，我觉得适中，因为有时在城市里面也是这个价格，是适中的。这里1.8块，嗯，德国6块多。那这里有，充电价格这里写上了。对，低谷的时候还有1.4的。半夜的话都是6毛。哦，那是晚上超过11点以后就是6毛。6毛钱。晚上。因为我是那个上海那边的，上海那个就觉得这个便宜了。就是说呢，高速但是高速上面就贵而已，但是在市区它不贵。对。高速市区是1块钱左右，对吧？1块钱，如果半夜翻工。晚上超过11点以后就是6毛多6毛，很便宜了。一般超过11点以后，是吧？就用什么扫呢？用微信扫，比较新。也有充电站，对，而且一看就是新的充电。是吗？它这里有可以一下充4辆车，对吧？对，这就是中国这2-3年这个电动车起来的大发展建来的基础设施。这是什么东西？他老是说尿素。我也经常看到什么加尿素？尿素加注站是什么意思？真不懂。尿素我记得应该是农田才用啊，还是要放进什么燃料里面去啊？也许网友知道，网友什么都知道。我发现，这一段呢是我们在广西南宁附近往云南方向。对，在崇左附近。对从云南我们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开到崇左往云南方向。这个地方我觉得像画一样就感觉像人在画中游。在画中，对，它是一种，它不是中国那种南方江南那种山水画，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山水画这里刚刚听你说是缺少水不多，但是已经够美的了，已经够美了，就是像画一样。就我觉得我虽然不会画画，但我特别佩服那些会画画的人。我不知道画家或者是会画画的人在这里是不是有画画想拿起笔画的冲动？肯定有。这是一种感觉，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以前影片或者是一些画上面看到的那些不真实感的美景，其实都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感觉。另外一个感觉呢就是我比较喜欢字画就是书法和那个绘画，中国画。我说的就是中国画，不是西方的画。中国画不是有很多那种水墨画，对吧？对，水墨中国那个很有意境这也很美对，然后那这个呢，有很多云山雾绕这种水墨画，就靠黑白两色，对，就可以画出很美的画。这种呢，我以前是看影片或者是看画，但是这次我从那个长三角出来。首先经过浙江和安徽，对吧？然后到了安徽那一段以后，就徽州那一段，山很多，然后我真的就一种感觉，就是原来画里面的影片里面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水墨画，就靠黑白两色画出来那种山云雾就是真实存在的，再加上一些徽派的建筑，那个点缀在这个山间，哇！以前不太相信这个是画出来的还是真实的，走过以后你知道这是真实的。这是你的收获对。然后桂林这个叫广西山水吧，我觉得大家以后不要只说桂林山水，这个广西山水其实到处都是。我们现在这一路上就是到处都是风景只是我们没有走国道，走的高速不能停下来。等一下我们走国道了，停下来就好了。很漂亮，前面的山其实。对，看一看呢，然后可以把它拍下来，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否则的话只能。这一段很漂亮，你看。这段又不一样了。就因为它这段不一样。它有个互通好像对吧？对，它结合这种现代这种对吧交通线又不一样了。对。你看这山好漂亮自然和现代的结合。你看，你说这山如果从侧面你怎么爬上去？那么陡峭，何必在景区买票进去呢？是吧？对，在路上就无数的风景了，无数的，而且是天然的，对吧？它没有任何的修饰，没有任何修饰。对，一边赶路一边看风景，这也大家挺漂亮是的。
云南方向，你看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这里的山呢秀气，但是呢它是连在一起的，对吧？连在一起呢，它可能会阻断交通，但是桂林也不会阻断呀，一直没有阻断啊。对，就是你可能要绕一下啊。当然你说的桂林那边的更秀气，就是说它两座山之间都是有通道的，对，你可以人走车走都可以。又有服务区啊，叫什么平？雷平。雷平，这个是最简单的服务区，只有一个茶杯。看看。它就在山中间，山脚下，你看。今天的天气呢不是最晴朗啊，但也不错啊。天不是最蓝，如果对，那个就是我说透明度嘛，对吧？对，就透明度如果再高一点的话，这个就更美了。更美是，就是你拍出来的。或者天空中有那个棉花那种棉花云啊，那也很漂亮。对。今天不是棉花云，是那种絮状的云。对。你看多美啊，就像画。这样的画面配上舒缓的音乐，比较解压。以前，我在外面玩都是，不去挤人多的地方啊，就哪里人少我去哪里。但是呢，跟别人，同行者很少。大家就是还是喜欢去一些著名景点。我也没有说服力。那么现在这一条线我有说服力了。出来了，你看风景又在前面，哇，蛮美丽吧？就好像有无数这个好客的主人在迎接你啊。对，在从隧道或从一个拐弯出来的地方，就无数的人在美丽的事物迎接你。这个明氏田园呢，有点像小桂林，因为它有一条河，然后呢，河的两边有很多竹子。有水我们要出去了。哎呦，对，前面直行那边其实挺美的，把我吸引了，差点错过这个拐弯，很危险。现在我们拐弯进到明氏是吧？对，这里算不算明氏？等一下可能才到啊，明氏田园。这里大兴是个县，崇左下面一个县，看看。免费吗？肯定不会免费，不免。我们进入风景区了，其实我们一直在风景区里面。风景区只是把无限这个美丽的天地当中圈出一小块，对吧？收费，对，做一些设施这样走，国道就好多了。对，国道可以就好多了，因为两边有树木啊，有村庄啊，对吧？还有公交车呢，右边的景色也很美啊，对吧？你看这左右两边都是甘蔗，你认识吧？不认识，现在甘蔗不认识。这是甘蔗，因为你只吃过那甘蔗那。这个甘蔗我没想到有2个人这么高，太高了。有2米多肯定有。这稻谷也挺漂亮的，你看这黄色，对吧？非常漂亮，有画面感。你看那个建筑前面还有棕榈树，对，很有情调。应该有一条河，这里两边有竹子，一般是有一条河，你看。哎呀，这石头好看哦。在河中的石头非常好看。这应该是得天瀑布跨过瀑布下来的水。这条河叫黑水河。我们这里离越南边境只有几10公里了。前面应该有吃饭的东西，看上去像一个比较大的镇啊。这两边风景都不错，你看。那有个饮食店，前面应该可以停车吧？往回走几步。这个规模应该是个小镇啊。对。老有鲜肉，它这个鲜肉是什么？猪肉就猪肉。那老有牛肉就是牛肉。先来一个老有牛肉，尝尝看，这个我没吃过。我要香菇鲜肉粉。我们现在广西大兴县雷平镇，这是个小镇啊。在这家餐馆吃饭，我给大家拍拍看这家餐馆，宝在饭。刚才这美女老板娘说她是说壮语的，他们是本地人，现在帮我们做那个米粉，有各种各样的调料。喀斯特地貌全长42公里。哇，这个
全长42公里就可以一直看这个，对，各种各样的。我要拍照。这种树什么树我也不认识，你看。对啊，这个树冠太好了，圆圆的。哎，注意它好像它打转向灯。是这个你看得仔细，这个要特别小心。你看多好看，那里面的山。新康，这个村叫新康。我用广角镜头来拍吧，能拍更多的景。这种山就是这种山应该有100米了。有，这个山应该有100米了。对，也就100米左右啊。这样的山呢，感觉它是画，它不是压迫感。几百米、几千米那个山就不是美感，是那种压迫感。对，壮观感，不是这种美感。我还是喜欢这种山的东西，种满了甘蔗两边，所以我喜欢骑着这种电瓶车在我们村里走啊。更惬意，又对眼睛好是吧？又对肺好。对。养眼养肺。像这种甘蔗这么大面积，它是人工收割还是机械收割？应该要机器吧，人工太那个了。现在水稻收割也是机器的了。这山跟云南的山不一样啊。这个甘蔗现在发黄是不是要收了？对。它是收掉以后，这个地就冬天的时候就空白了。对，第二年又长。到第2年再又长出来。对，如果你5月份来，肯定是最绿的时候。弄林这个名字有点像壮话啊。转一个弯叫柳岸花明又一村啊。纳桂纳冠。这里好多带纳字的。然后云南那边很多带孟什么孟什么。这里有个县叫纳坡县。纳字肯定有个意义啊。我怎么觉得我走过这条路，好像上次跟人来走过的路有印象。那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有的时候你路过哪个地方，不一定是城市还是乡村啊，你觉得这个地方以前似曾来过，但是呢你那个没来过，但是你理智告诉你是没来过的。有这种情况啊？有，对。我这个很奇妙的。也许前世去过。这一带确实漂亮啊。还是你已经没有那种经验感了？要那个要有变化，要有变化，对。确实人会有审美疲劳。但再怎么疲劳，它肯定比那个其他地区的路上开要好多。其他路上开，我经常打瞌睡的。这是我一个很困扰。那开车瞌睡很危险嘛。那等一下休息一下。对，很困扰。但在这里呢，肯定好很多。即使有一些雷同，但是它还是有变化的。不过吃了午饭也可以休息一下。再有一个呢，这里虽然是山区，但就是你说的，它不是盘山路。对。那个盘山路呢，太让人犯困了，又晕。这里呢，它那个弯没有那么急，是吧？也不用爬。也不用爬，平的，几乎是平的。几乎平是。对。其实挺窄的，你看啊。我感觉如果是在因为现在贵州这几年很出名，是因为它的那个高速公路啊。贵州的桥，贵州的路。那种桥，对。是那个这2年是大跨越式发展。但我觉得，如果以后广西这种高速也好，这种道路也好，如果要扩建或者是要新建，要比贵州方便。因为它没有太大的山。是吧？这个漂亮啊。对。这石头你看。对。横在中间。这个山如果它那个石头不分化，上面可以刻字啊。刻字的话就很壮观。这个石头就不是那么坚固，容易风化是吧？也不容易。也不容易。所有的石头都是比较坚硬的。所以像这种不会发生泥石流。哎呦，那2个山也很陡。我要拍照。很陡哦。
小时候认字不是都是要先岳什么山认这种一些识字，我觉得那个最初人印象当中的山就应该是像广西这样的山，就是不是太大，让你能 hold 得住。其他地方的那山太大了，这没法 hold 住，又对，走也走不过，开车要开批路，批路开山洞，这个太 hold 不住。这里的山呢就比较亲近一点，秀丽一些啊，因为它不是很高，而且平啊，就是平，其实就在平原中间嘛，有山，对吧？对，几乎没有什么坡度，因为你是可以很方便的走进它的，对，走进它，或者甚至于走进它，那些名川大山你是很难走进的。是，晒谷子，晒稻谷。这是边检站吗？哦，边境，雷平边境检查站。哇，我要拍照。我能拍吗？没事，不说就不管。边境检查站就说明快到边境了，对，是吧？这里就有所控制。对，好漂亮啊！你看，左边的山，阜宁方向，哎，那不就是云南？云南对啊，云南阜宁啊。所以我说是顺路的，我们这样走。阜宁是广西过去的第一个那个县就是阜宁啊。因为地图上能标出来的。哦，对。我其实对阜宁一无所知，我只是看地图才知道。你要看赶路，肯定我喜欢开高速。平时我喜欢开这种路，因为可以放松看风景啊。对，这个山都不一样啊。每个山不一样。都不一样。这个山呢，就有点像那个男子汉的那种气势，比较有力。我觉得这个绿化的话，没有几个地方，可能就是浙江可以比一比，因为浙江也是多山地方嘛。绿化可以的，其他地方都是不可能有这个覆盖率的。怪了，没什么车啊，这个路啊。现在12点30分，这是最佳，我觉得开车的状态。对，因为你开地面道路、开国道呢，有的时候呢，你想悠闲，但是前车后车在追你，对吧？现在是最好的。在追你或者在别你还是不能放松。对，这个挺好，几乎没车。浙江的山没有水墨画的感觉。这里算有。你看这前面的山是淡的，对吧？对。你看那个黑白两色就可以画出很多层次感。啊。浙江的山没有这个感觉，它都是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可能浙江的山石头比较少，可能土比较多吧。上面长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这里人家都是石头的山呀。对，它那边应该是土覆盖多。然后长的都是树。你这里感觉也是树还是什么？反正我不知道。树。但树不一样。除了树就石头，石头就树，除了石头就树。树的品种不一样。那肯定了。浙江那个不一样嘛。对，因为你这个整个轮廓啊，这个山的轮廓它是很柔美的。对。它那个树也是很柔的。浙江它是那个方的、直的那种树，它能勾勒出来线条不一样。从这里进入这所谓的度假区了，对吧？要不要进？不用进，不用进，都差不多。因为路上就是在度假区上。就是啊。但是我们等一下停一下，输入那个三叠瀑布吧。哎呦，你看，那个是通的吧？那个山中间那个洞，是吧？那个壮观哦。是通的吧？哎呀，这个你要拍一拍嘛，我们好像中间穿了一个洞，靠边，有点像张家界那个天门洞。对。看见了，好像是人工开的。不会是人工，绝对不会是人工开的。这山到处有洞啊。这个洞不是人工，那里看得见，不是人工的。这是我第一次开车离边境这么近。哇，真是你看又让我什么？我要拍照。我要拍照。哎呀，这个太惊喜了，这些风景。
就下一个坡啊，就跟画面不一样了。刚才不是说了吗？柳岸花明又一村，现在又有一个花。我要拍照。在这骑自行车赛也蛮好的。对。还有鲜花，野的鲜花。投入这么多人，应该是个国际赛事啊。我估计是吧。风景确实不错啊。越来越美了，我觉得这风景。我觉得这个赛事应该大力支持，好好的办一办。然后其实这个是对一个地方最好的宣传，是吧？我不用说什么，我就你自己感受就可以了。对，让人家看见了画面。哇，生活在大花园里，免费的景区。他现在是演练，如果正式开始的话，是不是我们车子就要绕道了？我估计肯定不准那个要绕道，肯定全部机动车都不行了。这应该是这个度假区的核心区了。漂亮。打开遮阳帘。扫地，遮阳帘打开。有的时候需要抬头看。对，也是。全景天窗啊，你有啊？那不错啊。可以想象国庆这边有多少人，对，人山人海。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哇哦，这里蛮好看的。这颜色治愈啊！你看，这就是机器在收割。刚才，这原来是种水稻的，你看肯定很漂亮。看不过来，两个眼睛不够，现在。对，不够，好漂亮！两个眼睛不够看。原来种了稻谷也很漂亮。我要拍照，但是你拍照拍不出那个气氛。对，太漂亮了，这里。应该我们要过河，等一下有桥前面，我估计啊，我看着河应该在我们左边，右边。漂亮吧？你看这绿，前面这水稻这有点像绿草一样，特别好看。